或许有些朋友记得，大概在10年前，有一部特别有名的讲述二战历史的纪录片，叫做《伟大的卫国战争》。这部片子用了10几个小时的时间，引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细致地讲述了苏联的整个二战历史。不过呢，这部片子的质量虽然不错，在有的话题上却显得有点遮遮掩掩。例如1943年苏德战场正中央的白俄罗斯一线就完全没有存在感。在片子里只用了一句话就一笔带过了从1943年秋到1944年春天大半年的时间。从地图上我们也能看出，在白俄罗斯一线，苏军的推进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断层。实际上1943年到1944的白俄罗斯并不是无事发生，而是被人刻意从教科书中抹去了。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突击，却在付出了数十万人的代价后，被德军整整拖延了半年之久。要弄清楚这场仗为什么打得这么烂，以至于苏联国内都对此讳莫如深，我们还得从我们今天的主角说起，他就是卫国战争中的3架灵车骑2，与叶廖缅科并称的卧龙凤雏，白俄罗斯的恐怖阴影，硬生生把海因里希练成防御专家的男人，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1897年，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出生于沙俄的一个农民家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沙俄，农民的地位并不比牛马高太多，要么是一年到头在乡下耕地，要么就是跑到城市的工厂里，一天打16个小时的螺丝。但同样是农民，索科洛夫斯基的运气比起叶廖缅科来说就要好太多了。索科洛夫斯基出生的时候，沙皇大老爷罕见地干了一件好事。索科洛夫斯基赶上了沙俄学校扩招，因此他很幸运地上了2年小学，成了有小学文凭的高级知识分子。俗话说得好，知识改变命运。索科洛夫斯基虽然小学一毕业就进了制革厂打工，但却一心想成为小学老师那样的文化人。他在厂子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并于191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不要学费、工作包分配的涅维尔师范学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索科洛夫斯基毕业后将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小学老师，为沙俄培养更多的牛马。等会儿，我那么大一个沙俄呢？索科洛夫斯基虽然凭借师范学院的高材生的身份躲过了一战，但还没等他毕业，沙俄就完蛋了，说好的毕业包分配也没有了。1918年，泛俄罗斯红白大战正式开打，穷苦农民出身的索科洛夫斯基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军的阵营，成为了首批入伍的红军士兵之一。进了军队，他才发现，由于沙俄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焚书坑儒，能认识几个大字的都是知识分子，更别说索科洛夫斯基这种完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高材生了。他刚一入伍，就被扭送进莫斯科第一军事教官训练班，紧急进修军事课程。由于内战打得火热，索科洛夫斯基毕业后一路升迁，提拔都是以月为单位的。1918年2月入伍，5月完成军事课程，担任乌拉尔第2团连长，6月升任营参谋长兼教导员，7月苏联第2山地团副团长，9月起担任代理团长。到了10月份，伏龙芝第一批招生就把他招过去了。在伏龙芝待了半个学期，又因为战事紧急，被派往南方面军担任代理旅长。此后，索科洛夫斯基的学业时断时续，到了内战结束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可以说是事业学业两开花，既是伏龙芝毕业班的前3名，又是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作战部部长。总的来说，虽然索科洛夫斯基不是老布尔什维克，政治生命比较一般，但他呢也算是老苏联红军底子，再加上文化水平不低，在普遍半文盲的苏军内部也算是一枝独秀的存在，大惊喜反而给了他晋升的空间。因此，索科洛夫斯基的仕途一直相当顺利。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索科洛夫斯基已经是苏联总参谋部第1副总参谋长，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联第1神将朱可夫。1941年6月28日，苏军在明斯克被德军击溃，斯大林对明斯克的失守勃然大怒，任命安德烈·叶廖缅科上将取代失宠的巴甫洛夫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和叶廖缅科一起上任的当然是索科洛夫斯基。根据官方文件的说法，临危受命的索科洛夫斯基虽然遭受了一些挫折，但在莫斯科战役和后来的勒热夫、维亚季马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考虑到勒热夫战役苏军的惨象，索科洛夫斯基显然犯了不少错误。
例如，从1942年1月开始，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与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试图合力围歼勒热夫维亚季马突出部的德军第9集团军，但由于计划协调问题、火力不足、后勤困难以及德军的顽强防御，勒热夫演变成了一场持续数月、极其残酷的消耗战。苏军在防御大师莫德尔的手下伤亡惨重。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的索科洛夫斯基还能凭借参谋长的身份浑水摸鱼，不让我们把账算到他的头上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白俄罗斯攻势则是斯大林钦点的无能。1944年4月12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2076号命令的开头中明确写道：鉴于索科洛夫斯基无法应付前线指挥，解除他西方面军司令的职务，转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参谋长。更详细的报告中甚至指名道姓直接开喷，称西方面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布尔加宁中将和炮兵司令卡梅拉因没有发现炮兵工作中的严重缺陷和错误而有罪。那么索科洛夫斯基到底是怎么犯罪的呢？接下来请各位欣赏苏军2大卧龙凤雏索科洛夫斯基和叶廖缅科的联合表演。自1943年夏季以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接连遭遇失败，苏军趁势发动反攻。然而就在这形势一片大好的当口，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却在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御下举步维艰，战线停滞了长达半年之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943年底白俄罗斯战线的情况。挡在苏军面前的有3座重镇，分别是最北边的维捷布斯克、中间的奥尔沙以及南边的戈梅利。德军在这3个地点设下重兵，并且提前挖好了战备工事，就等苏军来冲了。叶廖缅科的加里宁方面军负责进攻维捷布斯克，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负责进攻奥尔沙，南方的戈梅利则由罗科索夫斯基来解决。第一个吃螃蟹的苏军将领自然是面对古德里安都不怕的叶廖缅科，他派出整个突击第3集团军，对着维涅尔方向4公里宽的战线全军出击。在战斗打响的当天中午，就靠着强大的人力优势突破了德军的第1道防线。叶廖缅科一看，既然突进的这么快，不如直接把后面蹲着的突击第4集团军也派上来，什么纵深作战、梯次突击，统统都不要了，直接一把梭哈。对面的德国人一看，吓坏了，他们手里就5个师，怎么干得过叶廖缅科的2个整编集团军呢？于是德军立刻在空中掩护下向西撤退。叶廖缅科一看，狗纳粹还想跑，当即命令突击第3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一南一北，在拿下涅维尔后继续追击，深入德军防线数十公里。然而叶廖缅科似乎完全没有料到，旁边的德军也不是看戏的，北方的德军第1军和南方的第9军迅速向涅维尔方向靠拢，近卫第6集团军迫不得已只能提前投入战斗，死守涅维尔这个咽喉要道。现在的情况是叶廖缅科的防线有些松弛，但近卫第6集团军又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如果强行进攻的话，就会显得苏军防线上的漏洞比较大，可能会有被包围的情况。按道理说，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战术撤退，先拓宽涅维尔方面的通路，把战线打开，再考虑进一步推进。但叶廖缅科的脑回路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妄加揣测的，他直接选择了继续前进，3个集团军3面出击，准备同时包围北中南3路德军。这里我们都不需要额外的调侃，大家就看这个锤头鲨形状的突出部，就知道叶廖缅科担得起这个苏联3大灵车之一的名头，不是白来的。不过如果各位觉得锤头鲨攻势是白俄罗斯最逆天的战役，那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的中路反复突击才是真正的重量级。首先，西方面军从7月份库尔斯克以来就没有进行过休整，士兵没有获得足够的训练和补充，从上到下的技战术水平十分差劲，大多数的炮兵甚至没有实弹射击训练。索科洛夫斯基参谋出身，对这些问题自然是门儿清。他多次向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致电，反映技术装备和兵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但斯大林同志两手一摊，他也没辙，让索科洛夫斯基自己克服一下，配合北部的叶廖缅科进行突击行动。那既然慈父都发话了，再不听话，内务部就该找上门了。10月12日，叶廖缅科锤头鲨攻势形成的第2天，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展开了第1次进攻。
他将重点放在了德军重镇维捷布斯克的南部，准备先拿下奥尔沙，再和叶廖缅科南北合围，吃下维捷布斯克的德军。苏军首先对德军第一道防线进行了长达1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但问题是德军的主力全在第二道防线，苏军的炮弹全打在了空地上。战线中央的苏军第21集团军在发动攻势的当天中午，便被从战线后面生龙活虎的德装甲第39军打得当场抱头蹲防。而其他战线上的苏军也在平均推进不足2公里后遭到了德军的阻击，纷纷停下脚步，转为防守态势。首战不利的索科洛夫斯基这个时候心态就有点不太对了，他开始想当然的乱搞了。在经过了1天的休整之后，苏军这次只进行了1次短时射击，就将主力投放到了战场上。由于炮火准备几乎没有，苏军各部队之间配合差劲，且毫无制空权可言，很快就被德国人打了一个漂亮的空地协同反突击。伴随着斯图卡的尖叫，第33集团军和近卫第10集团军纷纷向后退却。从10月12日到14日，仅仅3天的时间里，苏军付出了近3万人的伤亡，却只推进了1公里的距离，而这竟然还只是索斯基犯罪的开始。病急乱投医的索科洛夫斯基开始学习叶廖缅科的中央突破战术，准备将整个部队集中于一点，一拳打穿德军防线。10月21日，索科洛夫斯基动员了近卫第10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整整12个师的兵力，集中在4公里宽的战线上进行突破。在800多门火炮长达2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第一天就突破了数公里的距离。索科洛夫斯基一看形势大好，立刻加大赌注，将预备队近卫坦克第2军投入了战场。然而苏军的坦克刚一进到突出部，就被赶来的2个德军步兵师用反坦克炮揍得七荤八素，坦克直接损失了1半以上。苏军最后以19000人的代价总计推进了4公里的距离。对这个时候的西方面军来说，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炮火准备浪费了太多的炮弹，西方面军前线已经没弹药了。而好消息则是由于没弹药了，索科洛夫斯基的下一次犯罪要等到半个多月后才得以实施。半个月后，南部战线的索科洛夫斯基和瓦图金正在进行戈梅利列奇察战役。索科洛夫斯基一看，心中又生一计，既然跟着叶廖缅科混不出来，那就响应罗克索夫斯基的南部战线，同时进攻奥尔沙，打德军一个2头不能兼顾。索科洛夫斯基派出近卫第10集团军、第31集团军沿第聂伯河北岸，第5和第33集团军沿第聂伯河南岸，一主一辅合围奥尔沙。这一次他们的炮火准备更加离谱，对着德军阵地猛射了足足3个半小时才开始进攻。只可惜的是，索科洛夫斯基面对的是德国排行第1的防御大师海因里希，而他本人只是一个2把刀参谋长。海因里希一看苏军火炮声势浩大，立刻就开始准备弹性防御。德军主力压根儿没有出现在最前线，而是在第2道防线上以逸待劳，用炮弹狠狠地踢索科洛夫斯基的屁股。当然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面对苏军4个集团军的兵力，德军的6个师被迫边打边撤，但他们越撤越觉得不对。德军就惊讶地发现，苏军为了追求合围的速度，甚至连反装甲的重装备都没带。苏军的轻步兵血肉之躯，哪能打得过硬化钢板和75毫米火炮？当时进攻的矛头就软了下来，被德国人杀了个回马枪。至于南部辅助方向的局势，那就更一言难尽了。第5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被卡在德军第1和第2道防线之间，动弹不得。索科洛夫斯基当机立断，投入苏军装甲部队快速集群，想搞一个穿插，孤立德军第39军和12军的联系，结果反而被德军包围。要不是近坦2军紧急出动，将快速集群救出包围圈，恐怕快速集群的几百辆坦克一辆都跑不掉。但就算不丢快速集群，苏军这次在索科洛夫斯基的指挥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39000人的伤亡，毫无疑问地宣告了这次前行攻势的失败。截止到此时，苏联的2个方面军已经付出了总计16万人的伤亡，最大的进展甚至还是叶廖缅科攻占涅维尔的行动。当然了，由于锤头鲨攻势过于弱智，叶廖缅科先一步被大本营解职，一脚踹到了远东去跟日本人大眼瞪小眼去了。加里宁方面军也改名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交由巴格拉米扬指挥。而索科洛夫斯基这边则继续大搞人海战术，
对着海因里希构建的铁桶不断冲锋。11月30日，索科洛夫斯基再次转换战术，将进攻重点从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两座城市变成了城市周边的公路，希望切断德军各部之间的联系，阻止德军互相配合。但问题是，苏军自己的配合比德军烂多了，各个集团军之间的炮兵宛如喝了假酒，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战区情况就一通乱射。在1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第3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立刻发现自己的进攻区域根本没有得到炮火准备，而第5集团军的进攻区域里，德军被双倍火力覆盖砸懵了。此消彼长之下，原本用于防御第31集团军的德军直接调转枪口，开始对第5集团军进行反冲锋。苏军平均深入德军防区不到1公里就被赶了出去。3天的时间，2万人的代价，战线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当然了，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说，对面可是防御大师海因里希，索科洛夫斯基和叶廖缅科拜也败得正常。但如果各位看看新上任的巴格拉米扬，马上就会知道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12月，接过了加里宁方面军指挥权的巴格拉米扬开始向南进军，兵锋直指维捷布斯克。他们面前横着的是德军戒备森严的通信枢纽格罗多克。但巴格拉米扬有效组织了地面部队，先派出突击第3集团军和近卫第6集团军向北推进，3个月来首次拓宽了涅维尔的战线。南方的苏军则3面夹击，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12月24日，2个德军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投降。格罗多克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当场下令鸣放124响礼炮，向巴格拉米扬和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致敬。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1944年1月1日至3月5日，在维捷布斯克以东的64天里，索科洛夫斯基的部队沿着32公里的战线前进了3至6公里，每日推进速度不足100米。相比之下，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沿220多公里的战线前进了5至40公里，最大平均每日推进速度为454米，是索科洛夫斯基的5倍还多。1944年4月，斯大林终于忍不了索科洛夫斯基这个猪头了，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前往调查西方面军的指战问题，最后总结了以下几点。首先是明明人数占优势，却多次将主攻部队投入狭窄的进攻地段，德军因而可以使用毁灭性的交叉火力从侧面破坏进攻节奏，并在正面以小股部队发起反击，从而使得步兵损失惨重。由于战场宽度不足，每个师的最前线只有2到3个营能展开，剩下的营全都挤在后方，成了德军炮火的活靶子。其次，尽管大本营明令禁止技术兵种参与步兵冲锋，索科洛夫斯基手下的侦察兵、防化兵和工兵，甚至是军官，还是经常出现在散兵线上。33集团军在6个月的时间里伤亡了4名师长、8名副师长和参谋长、38名正副团长、174名营长和副营长，严重破坏了苏军的军队建设。第三，索科洛夫斯基对下属送上来的建议完全不听，常常是一顿臭骂直接提出指挥所，作风极其蛮横。因此，他的参谋人员也不敢给他提意见，补给分配也是一塌糊涂。问题最严重的33集团军，每挺冲锋枪只有1个弹鼓，重机枪只有1个弹袋，打完之后就要手动重新装填弹袋和弹鼓。炮兵部队的牵引车经常丢在后面，导致火炮跟不上步兵的节奏。前线部队电台奇缺，沟通全靠眼神，但方面军后勤处却有大量电台闲置吃灰。接下来就是情报问题。从1月到2月15日，索斯基手下的3个步兵师进行了数百次侦察，连1个德国兵都没抓到。最逆天的是，331和251步兵师的侦察兵因为迷路，在苏军自己的雷区内被炸死。侦察突袭都这样，空中侦察和无线电监听更是无从谈起，整个方面军的战略计划也就成了瞎扯淡了。最后则是炮兵工作的问题，既然没有侦察，炮兵只能盲打，根本无法摧毁德军的火力点，不少炮弹直接打到空地上，甚至落到了友军的头上。看到报告之后的斯大林是什么表情，大家可以想象，但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大手把索科洛夫斯基保了下来，没有直接送到小蓝帽的手里，而是解除了他西方面军司令的职务，把他送到了老上司朱可夫的手下。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担任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参谋长，并参与了攻克柏林的战役。在朱可夫的光环下，1946年，
索科洛夫斯基晋升苏联元帅，并在1949年成为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由于苏联历史学界为尊者讳的传统，他在白俄罗斯的丑事一直没多少人研究。1943年底惨烈的白俄罗斯战役也几乎被人所遗忘。索科洛夫斯基在白俄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因素当然是苏军的整体水平不行。索科洛夫斯基一开始自己也说了，西方面军的训练水平低，炮兵准备不足，再加上装甲力量大部分都在乌克兰地区，白俄罗斯方面的苏军装甲率比较低，因此缺乏突破能力，这是白俄罗斯战役失败的客观条件。然而，索科洛夫斯基的指战水平实在是低得令人发指。根据两边的资料综合来看，苏军在斯摩棱斯克、奥尔沙一线上的纸面数据处于绝对的优势。步兵人数方面8:1，装甲单位数量6:1，火炮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1。在如此大的数量优势下，苏军的推进仍然非常艰难，这就必然是主将的能力问题了。根据对手海因里希的回忆录，苏军多次使用拙劣的人海冲击战术，反复冲击德军防守严密的阵线，而且火力准备还经常打到空地上，更是令人质疑索科洛夫斯基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说，索科洛夫斯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但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主将。顺带一提，白俄罗斯战役里最冤枉的恐怕是名字和索科洛夫斯基最相近的苏联军神罗科索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在戈梅利一线的成功突破，在大部分战史书籍和苏联的战后宣传中经常被刻意遗忘。主要原因恐怕是一旦宣传罗斯基的神勇，索斯基的无能也就暴露无遗了。